发工资那天，实习生找我要全体员工的工资表，我断然拒绝后，便去了洗手间。刚坐在马桶上，就被群资讯轰炸。实习生居然用我的微信把全员工资表发到了群成员500人的公司大群里，财务部正主管，你把工资表发到员工群里了。一句话坐实我的失职，我立刻找领导解释，却被开除，而他却因立了大功转正加薪。我爸找实习生说理，却被冤枉猥亵，被极端的路人活活打死。再睁眼重回发工资这天，想靠诬陷我来上位，那我就走你的路，让你无路可走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主管，你把员工的工资表让我看一下呗。耳边传来李楠的声音，我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我重生了。前世，我只当他在开玩笑，言辞拒绝后便莫当回事，结果他居然报复心作祟，将全体员工的工资表发到大群里，并让我背锅。主管，我就是好奇大家的工资，只看一眼，绝不外泄，可以吗？李楠摇着我的胳膊撒娇，信誓旦旦举手发誓，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。我用力攥紧拳头，才忍住抽他2耳光的冲动。不可以，出去。在开口时，我一改往日的和善，冷脸拒绝。他还要说什么，直接被我打断。没听见吗？我提高音量，不怒自威。李楠不敢再多说，他前脚离开，我便将办公室的门快速反锁，从抽屉里拿出新买的隐形摄像头，将其藏到正对我电脑的书架上。隐形摄像头还是老爸给我买的，让我放在家里防贼的。当时我还笑着说，放心，李楠跟我住一起，绝对安全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我最该提防的贼竟是他。想诬陷我，我给你机会。装好隐形摄像头，我便假装怀肚子，匆匆跑去卫生间。果然，李楠看我离开办公室，眼神难掩兴奋。哪怕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，我的心还是会揪着疼。李楠是我亲自招到财务部的实习生，因为是被我看着长大的邻家妹妹，我对她格外关照。在她实习期间，我毫不保留地传授经验，替她擦屁股，经常在董事长面前夸她。知道她没钱租房子，就让她住我家，房租1分不收。知道她舍不得吃好的，就经常带她吃大餐，餐费我全出。我是她为亲妹妹，她却把我当向上爬的垫脚石。主管经常跟我抱怨她工资低，可我没想到她居然报复心这魔将。李楠大义灭亲，在董事长面前揭发我的失职，我百口莫辩，因为工资表是从我的微信发到群里的。最后，我被开除，遭全行业封杀。爸爸知道这件事后，跪求李楠帮我证明清白，谁知他却诬陷我爸要强暴他。一句哪个女孩会用自己的清白去诬陷别人，便将我爸钉在耻辱柱上。我爸被极端的路人活活打死。我找李楠算账时，突发心脏病，背包里的速效救心丸被他抢走，倒掉。心脏停止跳动的前1秒，我看见财务总监朱彪走进办公室，满脸得意，跳动的心脏在提醒我一定要报仇。我特意绕路去洗手间，经过办公区时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手机掉进浇花的水桶里。我惊呼一声捞出手机，但已经开不了机。同事们无一不替我心疼，纷纷安慰我，各种支招。我虽然是财务主管，
但12000的手机，对我而言也是大支出。我的心真的在滴血，不用演，就已经急得眼眶湿润。2名招商部的男同事特别热心肠，提出帮我修手机，我千恩万谢，将手机留给他们，拿着纸巾急忙跑去洗手间。只因这个时间点，销售部的同事喜欢在洗手间点外卖，他们会成为我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。洗手间里，销售部的3名女同事在讨论中午吃什么。我一进洗手间就哭丧着脸，将手机是如何掉进水桶里，招商部同事如何好心帮我修手机的过程讲了一遍。3名女同事特别热心肠，主动要在网上帮我订午餐。关于吃啥这件事，我们足足纠结了10分钟，从减脂餐到麻辣拌，从炒面到饺子，从烤肉拌饭到披萨，纠结吃啥的时间里，我才真切感受到自己还活着。最后，我们选了盒饭，2荤1素，减肥加速，用了满减优惠券后，人均才5元。3名同事非常满意地离开了洗手间，而我继续拉肚子。前世，这个时间，李楠已经用我的电脑微信将全体员工的工资表发到大群里。当时，公司监控坏了，没人能证明我去了洗手间。就算有人证明我在洗手间，可手机还在我手里，我依然无法证明工资表不是我发的。现在好了，完美闭环，算好时间，我偷偷躲在墙角看同事们的反应。果然，办公区的气氛已经变了，原本此起彼伏的键盘声和讨论午饭吃啥的声音都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窃窃私语。全公司员工的详细工资表正赫然显示在聊天窗口中，500名员工现在都知道彼此的工资了。有人震惊，有人愤怒，有人幸灾乐祸，群聊已经炸开了锅。消息以每秒数条的速度刷新着。财务部正主管，你把工资表发到员工群里了。李楠第一个在群里发消息，消息后面还跟着3个惊恐的表情。他以为已经成功陷害我，正坐在我的位置上偷着乐呢。紧接着，不知情的同事便陆续在群里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呵呵，原来我的工资是倒数第一，某人才来半年，工资就比我高3000，我跟某人是同级，凭什么他工资比我高2000？前世，看到这些消息，我眼前一阵发黑，慌乱想撤回消息，但系统提示，消息已发送超过2分钟，无法撤回。我握手机的手都在发抖，紧接着手机铃声就响了。挣钱，立刻来我办公室。董事长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，压抑着滔天怒火。这一世，该李楠承受这滔天怒火了。李楠火急火燎地跑到洗手间找我，主管，出事了，董事长让你去办公室。我坐在马桶上用卫生纸叠小船，悠哉悠哉地回道，我怀肚子了，等我拉完就去。李楠阴笑，他只当我是怕了，躲在厕所里不敢出来，阴阳怪气地甩了一句，那你快点，别让董事长等急了。我不语，将憋了好久的一个臭屁甩给他。他一脸嫌弃地捂着鼻子，被熏跑了。哼，还敢嫌我的屁臭？你的嘴巴才是抹了大粪，熏死人！前世，他假模假样的在董事长前面帮我说话，让我去跟同事们解释，害我被董事长一顿臭骂。挣钱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要跟全体员工解释什么？解释为什么同岗不同薪？解释为什么新员工比老员工工资高？解释为什么销售部普遍比招商部高20%？我当然知道解释不通。这些问题平时大家心照不宣，现在全被赤裸裸地摆在台面上，没人会听我的解释。我刚想说出委屈，说出始作俑者另有他人，
就被李楠抢了先。董事长，郑主管真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。董事长冷笑一声，你知道把工资表发到500人的大群里意味着什么吗？哪怕重活一世，一想到董事长那天的面孔，我还是会打寒战。而李楠丝毫不怕，锲而不舍地拱火。我知道郑主管的疏忽给公司带来了巨大损失，导致管理层威信全无，员工之间互相猜忌，甚至引发离职潮。但我相信，郑主管一定只是忙中出错，绝对不是因为嫌弃自己工资低，恶意报复。此话一出，董事长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完了，前世。我的脑子里只有这2个字，伴随着一阵眩晕。我晕倒了。我想，有可能是饿晕的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虽然董事长急着找我，但我依然从前台拿走外卖，一个人躲在会议室不紧不慢地吃起来。毕竟，吃饱了才能打胜仗。尤其是想到李楠和财务总监朱彪还没吃午饭，就被叫到董事长办公室挨训，我的心情就倍儿爽。因为工资表事件，同事们一个个都无心工作。我刚走到销售部门口，就听到基人在抱怨，挣钱真是够了，连工资表都能发错群。他这个财务部主管干什么吃的？跟着附和的同事看到门口的我，立刻陷入死寂。工资表不是我发的。我单刀直入，不绕弯。对呀，工资表发群里的时间，你和我们在洗手间点外卖呢。而且，郑主管的手机坏了。终于，他们想起来了。销售部的3名同事为我证明了清白，其他同事纷纷向我道歉，并帮我分析谁最可能陷害我。我点到为止，就差说出李楠的名字。大家心照不宣后，我便去了招商部拿手机。一路上，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我都能理解。从工资表被泄露的那一刻，员工之间的猜忌、不满就已经像野火一样蔓延。前世的这一天，我的耳边一直嗡嗡作响，仿佛有千万只蜜蜂在颅内振翅，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起来。这一世，我有销售部3名销冠保驾护航，什么都不怕。他们一路帮我宣传我手机坏了，我跟他们在洗手间点外卖，根本没时间发消息。招商部的2名男同事也帮我证明，并将修好的手机还给我。别小看男同事的嘴，我选的这2位可是男人堆里的战斗机，小嘴一张，天下皆知。在他们锲而不舍的帮助下，全公司都知道我不是罪魁祸首了。除了董事长办公室里还在饿肚子的人，李楠找到我时，我正拿着手机看监控。监控里，李楠输入密码，在桌面当家找到工资表发到群里，视频高清，证据确凿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感慨，果然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电脑密码不能轻易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同事。监控里的李楠在看到我的工资后愤愤不平，凭什么挣钱的工资有15000，而我的工资才4500？李楠被嫉妒冲昏了头脑，已经忘了他不过是实习生，而我是在公司干了5年的财务主管。嫉妒让他面目全非，他居然对着我桌上的照片连吐3口唾沫，好恶心！我再也无法直视桌上的相框。正愁怎么处理相框之际，李楠进来了。主管，你怎么还在办公室？董事长发了好大的火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在等他发完脾气再去找他啊。李楠做事要拉我从座位上起身，我趁机拽住他手腕，将其按在相框上。他的手掌完美的覆盖被吐过口水的地方。李楠一脸嫌弃，刚要抽回手，我却不给他机会。楠，我可能会被开除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相框，就留给你了。我低下头，肩膀抽动，
貌似抽泣，实则是默憋住笑，嘴角抽动不停。李楠盯着相框，脸都绿了，拿相框的手放也不是，握也不是。我抬头催促道：相框你留着，帮我把里面的照片拿出来吧，别让董事长等急了。为了赶紧让我去见董事长，赶紧被开除，他只能忍着恶心，强颜欢笑地拆相框。活该，让你不讲文明，乱吐口水。当我和李楠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时，里面已经炸锅了。董事长，招商部有一半的人都围在我办公室，要求解释薪资差异，因为他们发现招商部的提成居然比销售部低2个点。董事长扶额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先安抚吧，我会尽快给出解释。招商部总监摇头，没用的，我们部门老王的工龄最长，但底薪最低，根本听不进去解释。招商和销售部的员工是公司的狼，或许其他部门还会隐晦地表达不满，但这群拿业绩说话的狼可不会。前世也属他们闹得最凶。董事长，郑主管不是故意的。李楠又开始演了，但他不知道，销售部和招商部已经跟董事长汇报了我的不在场证明。董事长自然知道我是冤枉的，他刚想说什么，却被推门进来的财务总监朱彪抢先。郑主管，虽然你闯了大祸，但你来公司5年了，一直是优秀员工，董事长一定会对你网开一面的。现在只有他和李楠还不知道我已经洗清了冤屈。他暖心宽慰我，眼神却是冷冷的。看到朱彪我才想起，前世心脏病突发，临死前他看我的眼神充满恨意和得意。难道李楠将工资表发到群里，是受朱彪指使？想到这里，我打消了拿出监控的念头。如果不能将敌人一网打尽，必将后患无穷。尤其是在职场，对方还是我的顶头上司。我在公司财务部5年，兢兢业业，能力突出，深受董事长器重。前任财务总监退休后，那个位置本该轮到我，但朱彪作为董事长的妹夫却空降公司，成为财务总监。我能理解，毕竟再亲的员工，也没有自家人靠得住。论能力，朱彪不如我，单论人脉，他完胜。再有不甘也终究只能咽下。日常工作中，我尽心尽力帮他解决工作难题，替他擦屁股，不敢得罪这尊大佛。我自认为对得起他，却不想，人家早就看我不顺眼，欲除之而后快。怪不得我刚离职，李楠就被转正，半年不到就升职主管。原来他背后的靠山是朱彪，这辈子害我的人一个都别想跑，不管他是谁。挣钱，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董事长悠悠开口。李楠和朱彪傻愣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。等他们了解事情经过后，李楠不甘地质问：怎么会这么巧？偏偏那个时间你手机掉水桶里了，你不是坏肚子吗？怎么不着急上厕所，还跟销售部的聊那么久？他说完就后悔了。办公室里的人纷纷看向他，眼神探究，毕竟全公司都知道李楠是我的人。我笑了笑，假装没听懂他的质疑，转而跟董事长说：董事长，虽然我是被冤枉的，但工资表毕竟是从我微信发出去的，我申请休假降职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董事长很满意我的态度，故作为难的同意了，并让人事部1周内必须查出始作俑者。走出董事长办公室时，李楠并未多和我说一句话，或许是觉得我没利用价值了吧。人呀，还真是现实。我已经成为全公司茶余饭后的话题，只不过他们的谈话内容从工资变成了想陷害我的人会是谁。一些好心的同事还让我去庙里拜拜，说是踩小人，庙就不拜了。
毕竟找到李楠和朱标更多的把柄才是最要紧的。为搞清他们的关系，我买了3个隐形摄像头，一个偷偷放在朱标办公室里，一个装在李楠的卧室里，一个装在我的卧室里。结果刚装完摄像头，就看到了让我跌下巴的画面。朱标的办公室里，李楠穿着内衣坐在他大腿上，2人深入交流了30秒，便停下了。啧啧，朱标这个男人果然从里到外都不行。我原先只以为李楠是为了上位才背叛我，不曾想他居然是想当富太太。李楠家重男轻女，他只有考第1才能少挨打。我爸是热心肠，可怜他莫爸妈疼，经常有好吃的就偷偷塞给他。他总跟我说，楠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我们能帮则帮。因此，我寒暑假都是免费给他补课。我们家不图李楠报答，只想帮他挣一个好前程。谁能想到，他却恩将仇报，害死我们。一想到我居然和这种人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心里不禁打寒战。我赶紧将监控保存备用。我刚收拾好办公室，拿着监控 U 盘走出办公室，就遇上了朱标。狗男人，工作磨磨唧唧，管他要一个财务报表，要等3天。搞职场斗争倒是挺快，一季不成就来第2季。挣钱，你为什么要卡销售部的报销？我，销售部，销售部出差是冲业绩的，你不能总拿报销流程为难他们，这样会让员工寒心的。朱标的声音很大，大到销售部听得一清二楚。真狗呀，看我被同事同情，就想害我。不过他也真是个猪头，对得起他的姓。销售部谁不知道，是他空降后对销售部各种报销限制，现在居然想把锅甩给我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我礼貌挤出一个微笑。朱总，是我的错。你上次说销售部出差不能住5星级酒店，只能是小宾馆，以及请客户吃饭就应该自掏腰包，而不是找公司报销。我想你应该只是开玩笑，我却当真了。对不起。我对着朱标深深3鞠躬。朱标都傻眼了，他想不到一向规矩的我会当众阴阳他。笑话，你都想弄死我了，我还不反击。过去，我因为朱标是董事长妹夫，哪怕知道他是个饭桶，也对其恭恭敬敬，毕竟公司是人家的。可现在，我握紧手里的 U 盘，冷笑。朱标作为上门女婿，居然背叛婚姻，出轨员工，董事长绝不会容他。我早就听说，董事长从小和妹妹相依为命，是个超级妹控，找上门女婿就是怕妹妹受欺负。如果他知道朱标真面目，又怎么会继续纵容他？一个要被逐出豪门的小丑，我又何惧？而且，我对朱标态度的转变，实则也在跟同事暗示，李楠背后的靠山就是朱标，他们联合起来故意发工资表到大群里，来陷害我。销售部的个个是人精，从我的态度里就会猜出猫腻。为给李楠留足够的空间做坏事，我当天就开车回了老家。工作5年，我一直不敢请假，年假5天一次都没休过。朱标不是总说我无能吗？李楠不是总嫌我不给他表现的机会吗？现在我成全他们，短暂的离开，是为了更好的击败他们。回到老家时，爸爸正在园子里用锄头除草，菜园子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失去过一次，我现在非常珍惜和他相处的时间。爸爸见我回来非常诧异，以为我出事了。毕竟我是一个工作狂。钱，你没出啥事吧？有事一定要告诉我，别一个人扛。我眼睛红了，摇摇头，抢过他的锄头放到地上，拉着他进了屋。
我妈在我8岁时就去世了，爸爸怕我受委屈，一直没再婚。我努力工作就是想让他过好日子，却害他被活活打死。想到此，我就鼻子一酸。我爸发现我情绪不对，拧了拧眉，是不是在公司受委屈了？工作累咱就不干了。爸养你。我爸说着就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塞到我手里。拿着，卡里有80万。爸爸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有光，非常的自豪。80万。我爸是庄稼人，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，但他居然给我攒了80万。我想不出这笔钱他是如何省下来的。我攥着手里的银行卡，再也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，紧紧抱住爸爸。爸爸知道我要强，什么都没问，轻拍我后背安抚，一天3顿饭变着法子做，生怕我吃不好。回老家的这几天，和老爸待的时间越长，我越恨不得将李楠大卸8块。晚饭过后，我将房间反锁，拿出手机看监控。李楠居然把朱标带回我家了，他们还在我的卧室翻云覆雨。我乐个去，我之前该不会睡过他们滚床单的床吧？不会染病吧？正当我对画面内容不忍直视之时，里面传来李楠的声音：彪哥，挣钱的家太小了，我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李楠用头发丝清扫朱标的敏感部位，朱标非常享受，一口应下，没问题，趁着挣钱不在，咱俩正好把账上的1个亿转走，到时给你买个别墅，再让挣钱来背锅。黑心肝的，害我1次不够，居然还想害我第2次。现在人赃俱获，只等收网了。只要他们转走1个亿，我就能让他们把牢底坐穿。当监控拍下朱标将1个亿转走后，我立刻收拾行李要回公司。我爸将1箱子腊肠放到车后备箱里。钱，这是给你和楠楠吃的，楠楠喜欢吃瘦一些的，我给放在箱子最下层了，你别弄混了。我爸的是真的心疼李楠。我轻叹口气，爸，如果李楠要害我，你怎么办？我爸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正当我想说只是开玩笑时，他却突然开口，神情认真又严肃：钱，爸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李楠也不行。他说话的气势像是要上战场。小时候，我因爸爸处处护着李楠吃过不少醋，但现在都释然了。爸爸最爱的永远是我。我爸心思细腻，从我的话里察觉出异样。李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？我默认了。谁知下一秒，他突然把装腊肠的箱子打开，把特意给李楠准备的腊肠都拿了出来。狼心狗肺，我这么好的肉可不能喂了狗。我笑出鹅叫，没想到重生后最开心的一次大笑，居然是老爸给的。回到公司后，我特意去找了保洁王姨，把老爸熏的腊肠分给他10根。王姨可是公司里神一般的存在，她的耳朵灵着呢，我所知道的八卦都是她告诉我的。果然，王姨见到我又开始拉家常，你休假这几天公司可热闹了。王姨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。哦，我故作惊讶，成功激起王姨的倾诉欲。原来我休假期间，李楠就被朱标提前转正，可李楠转正后一心扑在买房子上，无暇业务，导致销售部的出货单被压了好久。金九银十是销售旺季，经销商迟迟收不到货都急了，天天打电话骂销售，如果错过了销售旺季，那订的货就卖不出去，经销商卖不出去货，销售部的提成也就泡汤。销售部因为李楠一个个都变成了孙子，纷纷找朱标告状。可朱标不但不处罚李楠，还给他升为财务主管。为此，销售部总监和朱标在会议室里拍桌子对骂2小时，而朱标更是一头猪。作为财务总监不盯着财务报表，
反而天天盯着哪个女员工涂口红了，哪个又买裙子了。晨会上调侃女员工，惹众怒。啧啧，真是头只会用下身行走的猪。郑主管，你可算回来了，销售部都想死你了。我相信王姨的话，毕竟我是能给销售部带来利益的。此刻，我也是尝到了请年假的甜头，偶尔离开岗位几天，才会让同事看清楚谁才是有能力的人。有的时候，在公司里兢兢业业是好事，但也该适当的歇歇，让领导知道你的重要性。1年1度的年会就要来了，提交各部门优秀员工时，朱标力荐李楠。毕竟，刚发生工资表被泄露的事情，我难逃其咎。董事长还在犹豫，我双手赞成。为此，董事长私下找我，挣钱，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，那件事不怨你，你又何必？董事长，我打断他，恭敬道，我对公司，对您绝对的忠心，只要能安抚全公司员工，是不是优秀员工并不重要，因为我相信，您一定能看得到我的能力和付出。董事长为我的觉悟所感动，当下承诺，财务总监的位置早晚都是你的。我眼睛微红，做出感动状。其实，我是感动终于找到一个让李楠和朱标下地狱的好机会。年会上，李楠跟董事长坐在了主桌，敬酒环节别提有多殷勤。董事长虽不满他的能力，但还是架不住彩虹屁，笑得那叫一个开心。等李楠敬完主桌的酒，很会来事儿的走到我面前，表演型人格爆发。他握住我的手，钱姐，我有今天都多亏了你，谢谢。我当仁不让，亲昵地揽住他的肩，净说傻话，你能有今天都是你自己走出来的，可不是吗？阳光大道你不走，哪黑你往哪钻，找死！我提高音量，故意让董事长听见，你是朱标朱总一手提拔的，朱总对你可真好呀，今天一定要跟他多喝几杯。董事长闻言蹙眉，意味深长地看眼朱标。朱标果然是猪，丝毫没察觉。进入年会优秀员工颁奖环节，李楠上台领奖。在他热情洋溢地发表优秀员工感言时，他的工作手机微信却发出一个视频到500人的大群里。视频是他偷偷登录我的电脑，将工资表发到群里的监控。员工们倒吸一口气，开始交头接耳。我满意地端起酒杯，品了一口，走他的路，让他无路可走。这一天我终于等来了。我通过隐形摄像头，知道李楠将工作手机放在卧室抽屉里，便打电话给爸爸，将一切都告诉了他。没办法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不会出卖我，而我只能信他。爸爸忍下想打死李楠的冲动，选择在家默默配合我。这个视频就是他发的。李楠还在发表优秀员工感言，丝毫没发现台下的人早就坐不住了。原来是他，挣钱对他那么好，他居然陷害他，真恶心，跟他做同事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众人窃窃私语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纷纷用异样眼光看着他。李楠这才发现不对劲，站在台上不知所措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我不可置信地站起来，李楠，我把你当亲妹妹，你怎么能陷害我？朱标刚要替李楠辩解，就被我拿话堵住。朱总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偏袒李楠，可事实摆在眼前了，你还要替他说话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有老婆的人，为什么对李楠这么好？此话一出，朱标慌了，他顾不得台上的美人，抓住董事长的胳膊就想解释。可惜，我不会给他机会。我爸已经将他和李楠滚床单的视频发到了大群里，现场唏嘘声一片。董事长看到视频，怒甩朱标2耳光，朱标被打倒在地，
李楠要走下台，被董事长一声怒斥：“站在那别动！”李楠面无血色，颤抖着询问发生什么了。可惜，所有人都像看小丑一样看他，没人回他话。因为视频是从李楠的工作微信发出的，朱标以为是李楠想上位故意这么做的，于是怒冲上台将其踹倒。贱人，出卖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给你买车，给你买房，你居然背叛我！朱标可能真是没脑子，居然不打自招。董事长一听怒不可遏，直接给妹妹打电话，让她离婚。销售部总监在一旁好心提醒：“董事长，您别生气。幸好朱总和李楠只是有奸情，如果他们转移公司财产，那才是防不胜防。”董事长如醍醐灌顶，立刻命我查账。这一查吓一跳，账上居然少了1个亿。现场鸦雀无声，全体员工看朱标和李楠的表情都充满厌恶和震惊，仿佛他们偷走的1个亿是自家的。我痛心疾首地走上台：“李楠，我早就知道是你把工资表发到群里来陷害我，可我念在往日情分上，一直没有揭发你。我理解你想成为人上人，可我没想到你居然当小三儿。”我越说越激动，仿佛真的被伤透心。这时，我爸又把他们2人转移公司财产的监控发出来，证据确凿，他们死期到了。李楠壮着胆子冲下台拿手机看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我冷笑一声上前：“你怎么能犯法？你和朱标是想把公司财产都转移吗？是想害董事长破产吗？是想害全公司500名员工失业吗？”随着我的声声控诉，员工的情绪被成功激怒，一时场面不可控。李楠和朱标被员工群殴，听到他们的惨叫声，让我想到前世爸爸死前的惨状。他们最好被打死，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最后，董事长还是控制住了局面，报了警。是你，挣钱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李楠在被远警带走前歇斯底里朝我怒喊，我被气笑。坏人果然不内耗，永远不从自身找原因。事到如今，说再多也无益。李楠和朱标被判10年，监狱里，由于他不合群，被同监狱的杀人犯日日暴打，最后惨死。而朱标则被董事长天天找人问候祖宗18代。他因怕死，居然想越狱，可惜他忘了自己是猪脑子，逃跑过程中被击毙。知道他们死讯的那天，我长舒一口气。谁说坏人不会得到报应？我开车回家接老爸出去旅游，路上，老爸自责，觉得是他当好人才害了我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笑了笑：“爸，拒绝内耗，错的从来都不是我们。”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